我爸是影响嘉豪最大的人。下一位表演者蔡家豪同学。蔡家豪，你爸的垃圾味臭死了，大家不敢和他坐在一起，连我在台上都快要受不了了。换你去闻了啦！嘉豪，嘉豪，你今仔无去比赛，人无爽快哦。嘉豪，开啦！嘉豪，爸爸有物件要你啊。嘉豪。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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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爸。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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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快起来啦！我不是故意不理你的。嘉豪最后悔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跟我爸讲最后一句话，竟然是叫他走开。爸爸心脏病离开后，他还努力的练琴，拿奖学金，拿冠军，就是要达成他跟我爸的梦想。希望有一天他能像尤金大师一样那么的厉害。想到他退学了，这10年的努力跟目标，不就变成泡影了吗？他一定很难过，我这个姐姐像白痴一样，还把他的退学证书拿去放大裱框。没关系啦，无知者无罪嘛。其实我也把 Anna's B 念成 Again B 好几年呢。我还是回房间了。等一下，你应该了解我这个做姐姐的心理吧？真的，我真的很怕她站不起来。我只希望她能够重新振作，做回她自己。真的。你跟我讲这些干嘛？我真的跟他不熟啊。你哪有跟她不熟啊？她为了你退学，你们俩的关系一定不寻常。我看你们两个感情就不是一般人的感情。而且上次你昏倒的时候她很紧张我跟你说了，我弟弟对每个女孩子都很好，但是他对你就有一种特别的好啊。够了，你真的想太多了。春曼小姐，求求你劝劝我弟啊！我真的不做这种事啊。那下个月房租免费。没问题，交给我。你在我家干嘛？
你闹脾气，姐姐还是准备了爱心晚餐啊。你看你多幸福。从小到大就是这样，不管我做错什么，大姐都会原谅我，而且做我喜欢吃的菜饭。就算他不能接受，你决定不拉琴，不接受也得接受。就算我想要继续拉琴，现在的我有没有那个机会或条件？环境就是这么现实啊！我跟我姐都得必须学着认清现实。其实我觉得认清现实没有什么不好啊。大家都会劝我，只有你会这么说，果然是宁楚门。这个是我一位很现实的朋友告诉我的。他呢比你倒霉，从小就没有爸妈。他在还很小的时候，那个年纪，应该是在星期日会被妈妈牵出去逛街、买爆米花、冰淇淋的时候，他就被妈妈牵到幼儿园门口，然后丢下他。他说，他不要他这个女儿。记住，别再来找我了。我的人生没有你会比现在过得更好。一开始，他在幼儿园过得并不快乐，因为还会期待，还会坐在窗台上看幼儿园门口，他会幻想哪一天妈妈想到他，还是会来找他。可是每一年的生日、耶诞节、新年，他都没有等到妈妈，甚至连一个电话、一张卡片都没有。后来，他终于接受妈妈丢下他、不要他的事实。从那天起，他每天过得都很快乐，因为他已经认清事实，已经可以承受妈妈丢下他的遗憾。我只是想说，认清事实是好的，只要你不要是10年、20年以后想到小提琴还会遗憾。那你朋友认清现实之后，他会坐在窗台上，我会看吗？怎么可能？坐在那个地方，重温被抛弃的痛苦，多难受，又不是自女国。那我并不觉得你朋友是真的快乐，他觉得快乐，是因为他在封闭自己，但不再期待，就不会害怕失去。但其实人生是可以失去，才是快乐的。那代表你还有东西可以失去。楚曼，不要因为你妈妈丢下你，让你变得封闭、冷漠，让你的人生变得一无所有。原来这就是你带劲的原因。如果从小也是一个人生活的话，我搞不好也会这么现实。对不起，那天晚上你搬进来，我对你说了很多过分的话。我不知道你是干嘛？不要用那么恶心的眼神看着我。我也没有那么惨，好吗？我的人生啊，把那些名牌店卖掉，有几个零呢？什么一无所有？现在人生出问题的是你，不是我。看到你有这么活力，那我就不用担心你了。抱歉，
害你感冒，让你又输了 casting， 还有我朋友一直整你，我也没有搞清楚状况，就把你拉走了。还好啦，演艺圈嘛，被整、被弄、被捅的事情，经常都有啦。我只是觉得失去这个接近严凯明的机会，蛮可惜的。亏我差点被冻死，还发烧了一整天。结果他都没有机会看到我这副病入西施的样子，一切都白搭啦。退烧了吗？干嘛？你不太对劲哦。我记得你拉我从干冰池起来，然后是我晕倒的时候，然后是刚刚，你的眼神不太对劲哦。我哪有？我知道我很容易让男人神魂颠倒，或者想吃回头草。不过我建议你每天晚上睡觉前把巴黎的事情重温一遍。我们不可能，记得吗？我知道了，吵死了，快回去房间了。你以为我喜欢呆啊？不是为了你姐。对，我还要请教你一些法文的事情。AZ 集团，这严凯明发给你的简讯呀。简直。因为 casting 差点发生意外，严凯明主动邀请你来参加2天过后的 party， 要不要庆祝 Yes。还有呢？这是有心大师来台湾演奏的新签 party。原来这家伙有喜欢牛津大师。If I can't breathe。那你快帮我用法文回复他，像是非常感谢，我一定会去之类的。越有法文文学素养越好。快。干嘛？用中文回就好了。这你就不懂啦。像这种短讯呢，就是一些富豪小开为了测试身边女伴的语言能力的常用伎俩。他们觉得目不识丁的女人是不配站在他们身边的，所以啊，如果你没有一点头脑，见招拆招的话，第一关简讯就会被列入拒绝往来户。是吧？一个大富豪应该不会喜欢玩这种小心机。我倒觉得，如果他真的要找一个女生，他应该不会去看她的外表，而是看她的内在。比如说，这个女生喜不喜欢有金大师？她到底喜不喜欢古典音乐？他们两个兴趣到底合不合？这个人是尤金大师吗？怎么了？你姐刚刚跟我说的啊，尤金是你从小到大的偶像。哎，陪我去派对吧。什么？既然严凯明请我参加的是音乐派对，为了以防万一，我希望你帮我恶补有关尤金大师的更多资料，然后陪我出席派对，以免我出糗。不要，我没兴趣。本来我是可以成为严凯明豪宅的形象代言人，但是因为你朋友整我，然后你又来破坏了我的拍摄，那这些对于我的历练来说都不算什么。结果偏偏该死的你们家没有热水，害我重感冒晕倒，然后不省人事。说到底，我今天败得一塌糊涂，全部都是因为你。你这种女人，你刚才还说没关系的。人情这种东西，就像 Chloe 锁头包上的锁头，平时用不到的时候可有可无，甚至有一点累赘，但是到了关键时刻，它就是一种保证。蔡家好，后你作用的时候到了，好得到严凯明。身为我的男伴陪我出席这次 party， 当然你就不能是潮男市场的蔡家豪，你的身份是我的好友，刚从巴黎回来的音乐界新秀，而且是个富二代。
家教，我必须帮你特训恶补有关有钱人的各种知识。你要牢牢记住，一个出生在上流社会的男人应该有怎样的表现。什么意思啊？这跟你在巴黎做替身是两回事。我们俩必须毫无破绽地混进上流社会，然后帮我成功地钓到严凯明。为什么有一种为虎作伥的感觉？错，是如虎添翼。好吧，那怎么帮？我对加入豪门没有研究。很简单的，其实这些步骤每个人都耳熟能详，早已深植人心。灰姑娘的故事，你有听过吧？故事里最令人血脉喷张的一段剧情就是，天上掉下来一位神仙教母，仙女棒一指，帮灰姑娘换上好多礼服，好让她去宴会。只要有钱人觉得你跟他们格格不入，就不会再靠近你一步。所以我们必须先在外表上打造出跟他们属于同一族群的感觉。名牌上身就能抬高身价，尤其是配件容易被看见，比起全身名牌，效果更佳。就像是灰姑娘一样，把自己装扮成现场最亮眼的公主，还怕吸引不到王子的目光吗？现实生活中虽然没有神仙教母，但是我们有现金卡。难怪你欠那么多钱，你不觉得一个人内在的气质比他外在的打扮更重要吗？是吗？你的意思是在巴黎的时候，你第一眼就喜欢上我真实的内在美？想要认识有钱人，就要先了解他们的生活模式、行为和心态。有钱男人不是忙于工作，就是待在自己的生活圈子，所以我们要主动出现在他们的视线范围。有钱人的生活跟我没有两样，但他们吃饭只在 VIP， 通勤只坐头等舱，应酬只去高级俱乐部。工作之余的运动和娱乐都是一般人难得涉足的场合。对有钱人世界习以为常的珠宝、古董、红酒、艺术品收藏，你不一定要有，但至少要懂，才能和他们有共同话题。当然，报章杂志也少不了，要随时 follow 大小时事。还有最重要的，就像灰姑娘混进皇宫为王子举办的庆生宴会一样，各大派对、慈善募捐活动、开幕酒会，都是最容易碰到有钱男人的地方。所以这次严凯明主动发出的邀请，就是给了我一组通往上流社会的通关密码。但是不管在哪一个地方，最关键的是要在适合的环境下，让对方卸下心防，顺其自然地和你开口交谈，这样才能擦出爱的火花。就像你带我到巴黎铁塔山，也是一种让我对你放松戒心的手段。你猜对了，真有慧根。你既然那么了解有钱人，你当初为什么会看错人？所以我说我鬼遮眼呢，就是有像你这样的陷阱。对付赝品，我们当然有一套鉴定的方法。在鉴定了他的资产到底价值多少之后，还要确定他是否单身，以免白费功夫。干嘛拿我手机啊？有没有查勤电话，下班时间是否规律，身边是否有和家人的合照，都可以初步判定他是否还是单身。哇塞，又不是 FBI， 干嘛那么夸张？这叫做女人心计。古代后宫佳丽3000，却只有一个人可以做到皇后，最后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所以这些还只是小 case 而已。
财经周刊每年排名的企业排行榜必须熟读，好了解各大公司的排名和营收，随时了解上市上柜公司的获利状况，掌握富豪的通向状态。曹雪芹说过：“富过3代才懂吃。”所以看一个人吃饭就能看出他的家教，而看一个男人选择的酒，也能看出他的喜好、个性。喜欢 whisky 的男人自信带点志气，喜欢红酒的男人懂品味有阅历，爱啤酒的豁达，爱 vodka 的有冲劲。厉害厉害，在下甘拜下风。经过大师这番调教，我又更了解男人了。总之，以上这些恋男秘籍，如果你可以熟能生巧、融会贯通，已经向嫁个有钱人的目标迈进一大步了。了解这是干嘛？佳慧，六个，干嘛这样？六哥做什么？这件事情只有你能解决。六个真的很奇怪，写情书就写情书了，干嘛只有我能解决？真的只有我能解决吗？这什么啊？这是市政府土地科的金科长刚刚送来的啦，他要我们朝南的摊贩自治委员会的会长，也就是你，赶快决定。还说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。如果我们搬离朝南的话，政府将提供很多的优惠方案；要是不的话，我们将会一无所有。解说尤金大师的背景。尤金出生在以色列的音乐世家，是天才型音乐家。7岁开始学习小提琴，11岁登台，和底特律的交响乐团合奏孟德尔颂的小提琴协奏曲。他的小提琴才华被誉为是现代的尼科拉·帕格尼尼，他的作曲才华也广为人知，多次夺得格莱美大奖。记得很熟，但光说不练是不够的。明天会出席这个 party 的人，都是喜欢尤金大师和古典乐的同好。为了万全准备，我看你还是实际熟悉一下小提琴比较好。有道理。你的琴借我一下。哎，小心！这么宝贝啊，我还以为你对小提琴已经失去热情，看到就会有压力。我是叫你小心拿好。我看你还是算了。小提琴这种乐器，不是一天就可以有什么成绩。拜托，不要低估我。我读书的时候，直笛可是吹第1名哎。你在拉琴还是在杀鸡啊？不然嘞？这边快点。我要给你听好吗？
我常常去这个地方拿琴给陌生人听，但却没有一个人为我的音乐停留过。蔡家豪，你不是普通人，你是天才，你的琴声是我们大家心灵的安慰。不错嘛，根本就不像是一个要放弃小提琴的人。你爸跟你姐花那么多心思栽培你，绝不仅仅因为想让你出人头地，是因为你值得。林初曼，你现在跟我说这些，该不会是想要鼓励我吧？告诉你，天分这种东西就像是名牌包的名额一样，是限量的，别人想抢都抢不到。你花那么长时间的心血，就在眼前就说不要了，有多讨人厌，你知道吗？告诉你，是你姐拜托我要我鼓励你。我现在说这些话，不是想让你去考虑你姐或者是你爸，是因为人生是你自己的，要用尽全力抓住自己想要的。这句话你要说几百次。课上完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哎，这个是尤金大师的手稿。真的假的？是你姐提过那个尤金大师的真迹吗？你也觉得不可能吧？这首曲子尤金大师从来没有发表过，但真的很像他的风格哎。你看，这里还有他的独特签名。我真的不知道我爸去哪里弄来的。不过我想，应该只是一个傻爸爸想要讨好他儿子使用的道具。怎么可能一个卖菜的可以拿到尤金大师的手稿呢？万一是真的呢？万一是真的的话，我想要知道他到底怎么拿到的，他是怎样从一个世界知名大师的手里拿到这份手稿。他到底花了多少的努力，多少的力气，只为了让我开心。我很想问他，他到底后不后悔送我这份礼物？我没有完成他对我的期望，还为了一个女生被退学。还有谁会对我有任何期待呢？看起来普通的一张纸，原来有这么多的故事啊！那一点都不普通，好不好？有很多喜欢尤金大师的粉丝和收藏家，对这些手稿很有兴趣。尤金大师已经很久没有作品了，有钱也都买不到哎。如果是真的，那太珍贵了。是啊，这么难得一见的东西，只要是尤金大师的乐迷，就会对他有兴趣的哦。不管这是真还是假，对我而言，这是我爸爸给我最后的礼物，也是最珍贵的。所以如果没有其他的意外，我不会再把它拿出来了。既然对你那么重要，
你就快点收起来吧。我还真幸运，可以做最后一个跟你分享的人。哎，你怎么收的这么随便呢？这可是油浸大师的真机啊！台北湿气重，随便放的话很容易坏的。还是我帮你做一下除湿吧。反正我每天都这样保养我的名牌的啊，一张纸而已，很快的。我还以为天底下会让你费力保养的纸，只有这招。拜托，我是很爱钱没错，但是这个世界上用钱买不到的东西才是最珍贵的。谢谢。就当谢谢你，明天陪我去 party 吧。嗨，你好。选手们，请看这边。请问主播，这是由锁定的哪位小开下手了呢？美恩达，请你一起过来拍照好吗？拍照，对，就是，我想一起拍照。韩国等到哪里呢？美兰达，请问一位先贤君，我是过期的鱼。这是你肯定的别墅，这么大，难怪可以塞这么多人。这里只是入口而已，好不好？镇定一点，你现在可是刚回国的富二代，衣服扣起来，贵气一点，贵气一点呐。这个拿着，这个可是 Swarovski 跟 Tiffany 特别为这次派对打造的纪念品，拿出去卖的话，够你家吃1个月。我还以为这些明星都在博物馆呢，没想到是这家伙的收藏品。看来他真的很喜欢音乐。是吗？我觉得他只是把他们当成战利品而已。真正喜欢音乐的人，应该像你一样，就算是名不见经传的一把琴，你也可以拉出属于这把琴的旋律。还要看多久？你又不是第一天才知道我有多正。你今天真的很漂亮。当然好看喽，又不是给你看的。快做正经事，按照计划。谢谢，玛丽，你今天好漂亮哦！哎，是说姐姐今天这么美艳动人，应该有不少收获吧？还 OK 啦，现场差不多7000小开的手机号码，人都在我这里。这么快？我顶多只要到 Facebook， 很明显就在打发我啊！不要急，你才刚出道而已，大家都还在观察你。你以后呢，只要常出席像这样的场合，打好名声，跟在姐姐身边有照。今天这场子竞争非常激烈，全台北想嫁有钱人的女人都来，你们可要小心点啊。小心一点呢 ，Wedgwood 的水晶杯呀，你要交几个钟点才可以配得起啊？时时提高警惕，你的一举一动将成为上流社会决定你生死的呈堂证供。学着点。朱曼姐，好久不见，你怎么来啦？你今天好美哦，这身衣服是 Lavin 的吧？你也是啊，你的鞋子是 Christine Louboutin 的吗？她的鞋跟好美哦。
我以为你会在法国多待一阵子呢。上次我有报道过你在法国的新闻，好难得的经历啊。是吗？原来我在法国的消息也有这么多人关注啊！说到这里，薛主播，听说你最近去了趟首尔，有没有去霞欧亭好好的逛一逛啊？我是去采访，哪有空逛呢？这样的哦。咦，今天你的眼线是怎么画的？眼睛大了2倍哦，告诉我嘛。这位是你还没有介绍。薛主播楚曼，我帮你们拍一张照片好吗？好，笑，开始，很好，很好，都在。啊！你如果不会贴的话，下次我可以教你啊。谢谢。你刚还没有介绍，这位是？我来好好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刚从巴黎回来的提琴家新秀，就是这一次我在法国的时候认识的。你好，我叫佳。Justin。Bonjour, mademoiselle。宝宝你4季小提琴协奏曲，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出来，这是哪个季节？不管是哪个季节，我都觉得很好听。听起来有一种与自然脉动融为一体的感觉。是冬季第4号 F 小调第3乐章快板，描写的是行人在冰上步行滑倒的模样，尤金2006年杜林冬季奥运会开幕式时所演奏的曲目，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。看来英雄所见略同。楚曼小姐，我好像还欠你一个道歉。我是说，上一次你拍我们公司一品歌广告，在 casting 的时候昏倒的意外。谢谢严总的关心，我已经好很多了。没想到严总还记得我。我当然记得你，你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，像是会在笔记本里写下所有奋斗目标的人，很难不让人注意。谢谢严总请我来这个 party。你怎么知道我真的有写笔记的习惯？我有可能比你想象的更了解你，更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严总，你来的正好，我们才刚聊到尤金大师这次来台演奏的协办单位天虹艺术，是您的结拜兄弟李总。听说今天是他的60岁大寿，所以我特别准备了大师这次替巡演所创作的最新曲目。等会林总到的时候，可以请现场的学院团演奏一下，来替他祝贺。最新曲目，才刚在纽约公开演出的，今天我就把面子做给严总您了。那太好了，今天是李总的生日，又是宣布尤金来台的 party， 双喜临门，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特别的庆祝活动呢？我这位刚刚由法国回来的朋友 Justin， 刚刚好就是尤金大师的民间弟子。趁这个机会，也许可以让他为李总和在场的宾客演奏几首。民间弟子，真的吗？当然，我想他一定会很乐意的，对吗？我琴拉得太好了，可是如果你们怕扫兴的话，我是不介意。不好意思，我需要先去接个电话。失陪一下。哎，你干嘛那么不爽？不是你答应我要来帮我的吗？
你干嘛？你干嘛说我是什么民间弟子？怎么下的心你能拍得出来？我今天说我要帮你，不是帮你撒谎。我说你是他的民间弟子也没有错啊，你不是从小就听他的音乐，还崇拜他，要成为他接班人吗？真正的大师不必亲自指导，说他择批的弟子也是满天下啊。谁会知道啊？搞不好刚刚那个薛主播准备的曲目也是假的嘞。重点不是真或是假，你今天没有问我就要我上台拉琴，我不是你套赢凯明的工具。我今天说我要帮你，是我把你当成朋友，我不是你的小丑。你不要那么偏激嘛！在场那么多爱好音乐的人士，还有个老人家就快生日了，你就当跟大家交流交流嘛。好啦，我知道我有点过分啦，我又没有要勉强你啊。如果你不去的话，我一会儿就去跟严凯明说。反正这样做只会让我在他心目中变成一个爱讲大话、信口开河的女人，让我之前那些准备全部都白费而已嘛。难道你不是吗？下不为例。要拿什么曲子？不如你去跟管弦乐团研究研究，反正啊，听起来越吓唬人越好。快点，快点去！这家伙，你果然靠不住。幸好我有终极备案。所谓有钱人，这群稀有动物，与其在他们身后苦苦追求，倒不如让他们主动想要认识你。只要你拥有他们需要的东西。